原乌 F-16成白宫优先选项，欧洲3国被推向前台，枭龙或成为最后赢家。各位好，欢迎来到康讯说。虽然白宫已经是明确的表示将不会直接向基辅提供 F-16战斗机，但是美国国务院却已经将援助乌军战机一事列入到了优先处理的事项。据悉，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已经开始着手于帮助乌军训练如何驾驶 F-16战机了。据美媒的报道，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下一步援乌计划当中 ，F-16战机是一个优先事项，而这项计划很有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就实施。美国媒体在经过分析之后也表示，白宫在这项计划当中只是负责训练飞行员的角色，具体提供战机的计划将会由欧洲国家来完成。那究竟是哪些国家？美媒并没有明说，但是有欧洲媒体通过一系列的蛛丝马迹分析出哪些国家将会被美国推向前台，成为第一批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的供应商。据希腊媒体报道，丹麦跟荷兰将会联合向基辅提供45架 F-16战斗机，同时比利时也会参与到这项计划当中，对这些战机进行维护和升级。据悉，荷兰国内媒体已经确认，空军部队已经取消了将 F-16出售给其他公司的交易订单，而这些战机按照计划将会在2024年退役。除非他们想让这些即将退役的战机烂在手里，那否则是不会贸然的取消出售订单的。同时呢，丹麦也有一批面临退役的 F-16战机，原本是准备将其出售给阿根廷的，那只不过害怕得罪英国而因此犹豫不决。同时，这还需要美国的同意。现在，乌克兰在满世界的寻求 F-16这丹麦怕是不会错过这次出手战机的机会了。丹麦和荷兰负责提供战机，比利时负责维护和升级，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负责帮乌军进行训练。那这样一来，泽连斯基想要的 F-16那就有了着落了。从这些信息来看，泽连斯基将会是最大的赢家吗？但现实真的是如此吗？荷兰、丹麦虽然有可能因为急于脱手，这松口向乌军提供 F-16，但是这些战机最终抵达基辅，这大概率会在冲突结束之后。要说这 F-16战斗机最多的国家，那肯定是美国。白宫自己不主动出手，将欧洲3国推向前台，那不就是害怕遭到俄罗斯的报复吗？虽然欧洲3国愿意提供战机，恐怕这交货的时间也会无限期的延后，这最终拖到冲突结束。同时，丹麦向乌克兰提供 F-16，也就断了阿根廷的念想。那这样一来，阿根廷只有将目光转向东方，下决心购买已经考虑了很久的枭龙战机了。等到战争都快结束了，泽连斯基才拿到 F-16，那有什么用呢？而枭龙却很有可能因此拿下阿根廷的军购大单。那谁才是最后的赢家，那就一目了然了。当然，这些都还只是媒体的分析而已。那究竟谁才是最后的赢家？不到最后一刻，那谁都不能妄下定论。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